经常开航母的人都知道，舰岛缩水、烟囱消失，那绝对是要搞大事了。最近，武汉江畔的水泥航母模型突然换装，舰岛不仅挪了屁股，还成功瘦身，连烟囱都拆了。要知道，当一艘航母的模型没了烟囱，意味着它的心脏可能要换成核动力了。难道咱们真的要迎来中国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了吗？今天啊，咱们就来好好分析分析这艘海上巨无霸004航母。首先不得不说到它突然消失的烟囱。咱都知道啊，常规动力航母得排烟，舰岛必须带烟囱，但004的模型直接把烟道给取消了。舰岛的前半部分神似福建舰，后半部分却多了个神秘的八边形装置。有军事专家分析，这个八边形装置应该是集成桅杆，专门赛雷达和通信设备。其实这烟囱一枚啊，基本实锤了核动力设计，毕竟核反应堆不冒烟，只烧原子。咱再看看它的后置小舰岛，新舰岛不光缩水了15%，还直接挪到甲板后部，和美国福特号可以说是如出一辙。可千万别小看这改动，这让甲板空间立马多出了8%，能多停2到3架歼35呢，舰载机调度效率也能直接提升40%。不过呢，现在的舰岛麻雀虽小，五脏却很全乎。综合射频系统把原来10几个天线集成到个位数，操作更简单，性能反而更强了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它碾压福特级的排水吨位。根据最新的卫星图来看，船坞中那个43.5米宽的分段，经过测算对应的满载排水量将达到12万吨，比福特号还多出1万吨。那多出的1万吨啥概念呢？这可是相当于多塞了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吨位。好家伙，这体量在人类舰艇史上绝对是独一份。吨位大了，机库自然也宽敞。据说004的机库面积比福建号还要大30%，不光能装更多飞机，还能玩点新花样。比如说专门划出无人机操控区，未来搞个无人蜂群作战，那画面想想就带劲。还没完，甲板上咱也有突破，在全球最大的甲板面积上，有4条电磁弹射轨道，3部升降机，福建舰每天弹射60架次，004直奔100架次以上，直接对标福特级。更绝的是，中国电磁弹射故障率仅0.1%，而福特级初期可是高达5%，这才是咱中国制造的活招牌。最后，当然得说到重头戏——核动力。中国小型核堆技术来自民用玲珑1号，热效率达42%，堆芯寿命30年，比福特级的25年还长。而004可能会直接采用爱德基熔岩堆，一旦发生泄漏就会凝固，把航母的安全性提到了新高度。据说004还采用了2台大型反应堆，总功率达到280兆瓦，比福特级的260兆瓦还要高。当然了，核动力还有一个显著优势，就是可以让004能环球溜达，而且不用加油。前面咱们提到的还只是004的性能有多牛掰，但它还有个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，就是我们的建造效率也在赶超欧美。比如大连船厂采用的是超级总段建造法，先把大块头在车间里造好，最后像搭积木一样组装，其他零件就是全国大协作。反应堆四川造，钢材辽宁产，雷达南京研，这就是举国体制的优势。这效率比美国纽波特纽斯船厂可是高出一大截。从辽宁舰的近海防御，到福建舰的第2岛链，再到如今004直接瞄准全球部署，未来再搭配上055大驱和095核潜艇，中国航母编队能溜达到印度洋、地中海，甚至加勒比海。根据美国海军学会的预测，004可能2027年下水，2030年就能服役。届时西太平洋将出现核航母双雄会，福特号不再独美。以前咱们总说望尘莫及，现在局面成了并驾齐驱，而未来中国很有可能是领跑在前。从武汉江边那个没有烟囱的水泥模型，到大连船厂里那些真刀真枪的钢铁分段，中国军工正在用咱们最擅长的方式，摸着鹰将过河，然后开着航母超车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